蓝忘机不动声色地转回身，好好走。魏无羡见他还是板着脸，禁不住乐道：我就是体验体验狐狸的耳朵怎么用，别说，还挺好用的。蓝湛蓝湛，你要不要摸一下看看？蓝忘机回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魏无羡被盯得有点不自在，正要再胡扯点什么搪塞过去，便听见蓝忘机静静地道：随便什么人都能摸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反问道：那你要不要摸？他说话时柔软的耳朵仍在随着眨眼的节奏发出细微的动静。蓝忘机直视着他促狭的眼神，手蓦地动了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蓝忘机沉着脸转过身去了。魏无羡有意要调侃他几句，便跟在后边道：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了吧？你也知道我一向爱胡说八道，我还以为你早习惯了来着，要不我破例让你摸一下。你看，我耳朵可是连江城都不让摸的。你别不理我啊，说实话，其实你心里很好奇，很想摸摸看的吧？刚刚聂怀桑。不想。蓝忘机咬着牙，几乎可说是恶狠狠地蹦出了这两个字。藏书阁，魏无羡在抄蓝氏家训，蓝忘机在翻书。不知不觉已过黄昏，天色已暗。魏无羡把笔扔了，打算透透气，见蓝忘机仍在专注地翻着书，便问：你还没找到？蓝忘机道：你还没抄好。这话没法接。魏无羡无聊地趴在书案上唉声叹气，尾巴不安分地摇啊摇，偶尔磕到了散在一旁的书籍，便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像是刻意要搅人心烦。即便如此，蓝忘机还是目不斜视地盯着手里的古籍，只是似乎时间过去了很久，他还没有翻页。魏无羡忽然道：蓝湛。蓝忘机岿然不动。魏无羡又道：蓝二公子。蓝忘机依旧不为所动。魏无羡继续道：蓝二哥哥。蓝忘机似是眉心狠狠地跳了一下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望过来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魏无羡笑嘻嘻道：没什么，就想叫你看看我。蓝忘机道：无聊。魏无羡无辜地摸摸自己的耳朵：哪里无聊了？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有趣的事情，以前光听说过兽类成精怪化人，还从没听说过人能长出兽类耳朵尾巴的。语气中竟然还带着沾沾自喜的色彩，仿佛在为自己开创了人长兽耳的先河而自豪。蓝忘机无言片刻，轻声道：不可大意，此事未必没有隐患。魏无羡咦了一声，笑道：这是不是你第一次这么温柔跟我说话？谢谢啊。蓝忘机看起来不想再搭理魏无羡，只移开了目光，重新聚起注意力，专心研读其手里的古籍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夕阳沉下，月上梢头。阁中点起一盏昏黄的灯，自窗口晕出了沉沉夜色中的一点微光。魏无羡自己折腾了一会儿，还是认命的继续抄起家训来。抄到手臂脱离，头脑轻飘飘的，仿佛整个人都要飞升了。他不由气闷地想：我明明什么事都没犯，到底是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抄他们家家训？蓝忘机凝神钻研古籍，忽地察觉到周遭气息都沉寂下去，便不动声色地抬眼，看见魏无羡扶着臂弯趴在书案上，不由微微一怔。他合上书册，唤道：魏婴。魏无羡埋着头，带着重重的鼻音嗯了一声，侧了侧身，换了个舒服一点的姿势。看样子是睡着了。蓝忘机无言的微微摇了摇头，站起身来，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，犹豫了一下，小心地俯身去探他的额头。比常人的温度要热一点，但应该正在消退。蓝忘机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地莫名松了口气，又去抽出那沓抄好的纸，一张一张翻着仔细检查。果不其然，这人不仅没抄完10遍，还偷工减料。但是一看到他安安静静地熟睡着的模样，蓝忘机又觉得自己说不出什么指责的话语来了，甚至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。魏无羡肩膀忽然抖了一下，蓝忘机立即把手缩了回来。魏无羡只是睡得不太老实，动了一下后咂了咂嘴，不知在做什么梦。他的尾巴无意识地扫了过来，软绵绵的毛挠到了蓝忘机垂在身侧的手。蓝忘机像被火星灼到一般，立即退开。对他来说，这几乎算得上是一惊一乍。他有些紧张地观察了片刻，魏无羡再没有其他动静。他慢慢地宽了心。蓝忘机心里默默道：算了，这人还病着，应该
情有可原。这时那两只因放松而微微塌下的尖耳忽地一立，蓝忘机浑身一僵。他无声地探身查看，却发现那人并没有醒来的迹象，只是耳朵和尾巴在不安分地动着。依这人平时的表现来看，这倒也不稀奇。听学时，旁人都安分守己，哪怕神游在外，也会掩饰得很好。唯独这人放浪形骸般不怕死的在叔父眼皮底下做各种小动作。在藏书阁里，他也从来不肯静着。抄书时，一会儿拖着下巴抄，一会儿趴着抄，一会儿侧卧着抄，不甘寂寞的不停换姿势，仿佛同一个姿势用久了就不舒服了。和同伴在一起的时候，蓝忘机扶了扶额头，勒令自己停止联想。那对不安分的耳朵仍在高调吸引着他的注意。他闭目凝神，那句你要不要摸一下看看，却一次又一次伴着少年明朗的笑意撞入脑海，如春风拂面，漾开涟漪。蓝忘机隐忍了片刻，睁开眼，默默贴近魏无羡，低声道：魏婴。对方没有回应。他小心而克制地抬手，以一种极轻的力度，轻柔地抚了抚对方的耳朵，犹如羽毛翩然坠地。那是一种奇妙的触感，不是没有接触过有着柔软皮毛的小动物，只是此情此景以及这个人与以往任何情况都不一样。耳背上黑褐色的皮毛柔软而顺滑，而前方橘黄色的绒毛则挠得他的指尖一阵酥痒。蓝忘机摸了一下，便迅速收回手，静坐片刻后，又小心翼翼伸出手，试探性的又摸了几下，末了还颇有些依依不舍地捏了捏耳尖。蓝忘机又一次低声唤道：魏婴。魏无羡猛猛地胡乱动了一下，耳朵有意无意地在蓝忘机手心里蹭了蹭。蓝忘机手微微一滞，然后便温和地继续抚着对方的耳朵。他将声音压得极低，语气里却带着一点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柔和。好吗？魏无羡好不容易睡醒了，心里先是咯噔一下。坏了，我家训还没抄完。蓝忘机还是坐在对面，一动不动地拿着书，只灯橘黄的光晕着他如白玉般的脸庞，安宁的像一幅画。魏无羡心道：所以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抄？他略带烦躁地把那沓叠的整整齐齐的纸翻了翻，便听见蓝忘机忽然道：不必抄了。魏无羡略感意外，下意识啊了一声。蓝忘机却闭了口，绝不肯多说一句。可我还没抄完。叔父不会检查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然后不怀好意地挪到蓝忘机身边，笑道：稀奇稀奇，你什么时候开窍了的？此番是念在你身上带病，不可劳累。魏无羡摸了摸额头，抗议道：我没病。蓝忘机道：那你抄。魏无羡立即改口：不，我有病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不发一言。如获大赦的魏无羡顿时浑身轻松，干脆直接贴着蓝忘机靠在一边，没事找事地道：现在什么时辰？有时。你吃饭了吗？尚未。哦，我饿了。我说忘机兄，你能不能给你们家管膳食的提意见？饭菜太清淡，对身体不好的。而且你们家的菜不但淡，居然还甜。你前几日才下山买过韭菜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我怀疑你是不是整天什么都不干，就光顾着盯着我。你不知道，我刚刚做梦都在大吃大喝，虽然那个梦好像有点奇怪，吃一个鸡腿，我头就被人摸了一下，喝一口汤又被摸了一下。蓝忘机的手忽然抖了一下，书册直接撞到了书案的一角。魏无羡被磕碰的响声吓了一跳，诧异道：你怎么了？灯火蓦地闪烁了一下，映得蓝忘机的神色明暗不定。魏无羡心中生疑，好奇心也愈发旺盛，正欲追问，忽见蓝忘机放下书册站起身来。魏无羡心道：莫非我说错了什么话，让他不高兴了？魏无羡左右寻思，愣是没想出来自己刚才说的话能有哪里惹对方不悦。这时蓝忘机淡声开口道：你想吃什么？魏无羡沉默了一下，才道：火锅。蓝忘机也沉默了一下，只道：没有。那你让我下山？不行。魏无羡只得妥协道：行吧，你们这里有什么我吃什么，吃不吃得下是另一回事。蓝忘机点头道：你随我来。出了藏书阁，只见翠林修竹沐浴在融融月色中，随夜晚习习的凉风徐徐摇曳。小径上空无一人，泥土仍带着湿气。魏无羡竖起了耳朵，
敏锐地捕捉到了蟋蟀的叫声，顿时玩性大发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回头，正逢魏无羡从灌木丛里窜出来，撵着一只蟋蟀，兴冲冲地道：“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能捉到这么大的蟋蟀，怎么样，送给你，要不要？”